好，今天的一口定江山跟大家分享的是便利商店的微波小食。好，第一道，这也太小食了吧？这是什么啊？狮子头哦。但这个碗不够装吧？你也太小看它了吧？是要有氛围，是不是？啊，小波的，这个也太大。我选的。啊，大家心平气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从小声，我认，小食，好不好？小食。不是，它就一颗狮子头啊。这个就是去饭店或者馆子吃，有没有？10个人一桌，你刚好分到这一碗，对不对？它应该是要很软，然后吃起来到嘴巴里面有点，你说化掉太夸张，有人说入口即化，怎么会入口？但是它是很软，舌头这样一压，哇，就这样。但它比较硬，蛮扎实的。应该说真材实料的，你知道这个肉是真的是没有偷工减料啊。摘呀啦，哎，这是它不简单。这是用微波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你用蒸的，那你蒸久一点。因为白菜这些东西，它现在目前白菜跟汤都已经很到位了。那唯独就是你狮子头直接吃，它肉味是好的，它汤是好的。如果说你要吃到像馆子那样的狮子头，就是它很绵，这个你可能我个人觉得你最少还要再蒸个大概30分钟。那时候吃到的狮子头就跟馆子几乎是一模一样。或者是你可以放点冬粉，还不错。对，人家明明是你们小食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吃饱。它是好吃的啦，它是好吃的，就是跟我认知的狮子头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没有说差异很大，不是说吃起来这个就汉堡，它就是狮子头。咸水鸡哦，咸水鸡有人吃热的吗？他只说打20秒，所以他也没有要你加到。哦，那个维维夫人啊，你这个不止打20秒吧？只有30秒。标配呀、标配呀、我大概懂他为什么要出这个。我有时候晚上我不想吃淀粉，我就会想，要吃什么？你说没有淀粉的话，能够吃什么？有限。那咸水鸡就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它还是有青菜或干嘛。像这边起码就有5、6家，但我为什么我刚刚后来说我懂了？你知道？因为你看嘛，它的笋片跟黑木跟咸水鸡嘛，你应该不会叫人家 Uber 送来，然后点这3样而已吧？对不对？你点这样子，我跟你说，光是运费就不止这钱了。笋片啊，笋片这个也是咸水鸡子，你知道？它热的，它好像在喝鸡汤啊。对啊，不像，好不好吃？像鸡汤，有点像那个，对，它就比较浓的鸡汤，或者人家炒的鸡肉，有没有？鸡油香很明显嘛，它就是放凉了。我说这，我觉得它就是咸水鸡啊，对，解馋可以啊，味道是不错啦，只是说真的就是。它不应该是这个温度啊！你试试看，你就觉得好吃，但不应该是这个温度。它味道是不是咸水鸡？是。那还行啊，59块。但这个温度你们可以，就是它就是炒鸡肉，对不对？然后汤汁多了一点。你会像觉得在吃一道菜。对，我想这个味道是大家喜欢的啦，对不对？只是说每个人习惯啊。搞不好也有人把咸水鸡买回来加热的啊，对不对？只是我们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西湖牛肉羹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羹。我第一次吃是在温哥华，喝的时候我说哇，怎么有这么好喝的菜？后来我只要看到有西湖牛肉羹，我基本上都会点。它这个没有香菜啊。会黑掉。搞不好有，它只是变色。但是西湖牛肉跟香菜这个重点，肉少了一点哦。一般西湖牛肉羹要满满的肉，对不对？
这多少钱啊？也都是60几块哈，我就定位在60几块的。它好喝，但跟我喝到的西湖牛肉羹不太像。啊，但是我必须讲，就是一样都是粤菜馆子好了，每家的西湖牛肉羹也不一样。西湖牛肉羹要喝它的那个牛肉的嫩，因为它是牛绞肉，它那个很嫩，所以你喝下去，你那个牛肉啊，还没有咬的时候，这样喝进去就像珍珠奶茶的珍珠，它很滑，然后它的香菜又很香。那个豆腐啊，要切得很碎，甚至有的还没有豆腐哦。然后它的那个蛋白的那个芡，要像云彩一样很漂亮这样。只要我们去馆子吃西湖牛肉羹，我一定打包，因为我觉得西湖牛肉羹再跟那个白饭拌在一起就很好吃，好不好？好喝，但跟我认识的西湖牛肉羹不一样，但也是有成本考量啦。对啊。62块一样的牛肉。对吗？我爸给。那个态度很重要啊！而且我跟你说，它这个非常有巧思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要喝西湖牛肉羹，你除非去饭店或馆子，不然你喝不到，对不对？再来，你有人去馆子，不好意思，给我一碗西湖牛肉羹吗？没有啊。而且来就算了，可以给我1碗就好，不要1碗公吗？没有嘛。所以它就是独卖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我今天真的想要这个味道，我真没办法，我就是要这样。但是我个人给你的建议，如果你是一个香菜的爱好者，跟我一样的话，香菜把它切成末状撒进，不要撒得满满都是，大概就我觉得这个比例的话，大概就是这个的平尺要放进去，然后把它拌一拌之后，再把它去打微波，因为西湖牛羹里面的香菜它不能太脆，脆就那根就有一个硌的感觉。它就是有一点香菜味渗进去里面，然后香菜有点像是，你知道，很滑口。那但是香菜味又不是那种老掉的香菜，不是，它就很翠绿这样。我觉得你会很喜欢。骂完还北斗的哦，哎呦，3颗哦，这太划得来了，45块钱，看起来好像很不错。骂完哦，基本上对我来说，我还没有去那个彰化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认为骂完就只有2种，一种就是泡在油里面，一种就是用蒸的。后来去了那边之后，发现哇，骂完真的是很可怕，什么都有。你有喝过骂完汤？你有喝过吗？没喝啊，这么小，跟那个咸水饺一样，对，这么小，这样都这样，然后一碗里面大概6、7颗这样，还不错哎。有的，有的，霸丸，目前最香。你没有想要吃霸丸，晚上没地方吃，就这个，一倒出来你会，你讲惊呼，哇，3颗哎，虽然小小的而已。哦，邓师傅啊，客家小炒。客家炒有几个要素很重要，就是蒜苗啊，还有葱，辣椒也有啊。客家小炒也是一个蛮妙的哦，就去客家馆子，你基本上都会点的哦。鱿鱼这件事情，客家小炒炒的时候，你只是把鱿鱼煸过之后放进去，现场就炒。那你发现你去吃客家小炒的时候，那鱿鱼可能不粗，细细的，对不对？你跟肉吃的时候，你跟肉跟豆干再跟鱿鱼一起放在嘴巴里面去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鱿鱼味道最重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定的嘛。那因为客家小炒就在吃那个海味跟膻味结合在一起，有没有？所谓的客家这种酱缸文化腌制的东西或干嘛，那一旦这个东西它被冷冻再解冻之后，那个鱿鱼所呈现出来的味道就不是单纯的，就是我刚刚讲那样子而已哦。它会在这个空间里面，尤其微波的时候，它的鱿鱼的味道会无限放大。所以我刚刚一打开之后，闻到第一个味道就是鱿鱼。那在鱿鱼你会觉得对，客家小就是鱿鱼。那但你吃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鱿鱼的口感还在，但豆干已经偏软，然后肉呢看起来不像五花肉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它是冷冻再解冻的五花肉，它可能喷出来的油就会很多，或者是炒完之后你装上去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它可能一剥下来里面看起来都是油。
那个克拉小炒是快速去炒它，所以它的油还没有飙出来。你要是去你要炸猪油的话，你会发现火很大的时候，它是炸不出猪油的，它要火小之后，猪油才会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克拉小炒在炒的时候，大火在炒的时候，尤其糖跟酱油下去的时候，它那个油香味，它就卡在那五花肉里面，所以它在里面用这样子的呈现，它就比较难用五花肉去做，所以它用的是里脊肉，然后腌过下去。我绝对相信它一开始的主味应该就是客家小炒，可是它现在有点像鱿鱼炒豆干，它鱿鱼味道很重。那当然，你若是一个喜欢吃鱿鱼的客家小炒，我什么都不吃，我就只挑鱿鱼，我感觉你就是很喜欢。对，你们可以试试看，它就是鱿鱼味很重，那你可以感觉得到它的味道重，是因为在这微波的过程当中被焖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有味。对。因为照理说，豆干是豆干味，肉是肉味，鱿鱼是鱿鱼味，这3种味道，它把它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吃到嘴巴里面，它嘴巴里面所组装纵横的味道，是我们在吃客家炒我们喜欢的。那这个不是说不好吃，可是它鱿鱼味已经压过去了。如果你喜欢吃客家炒，就喜欢吃那个鱿鱼味，我想这你会爱死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如果说我喜欢那样，可能你会稍微有一点点小落差。你懂我意思吗？这嘴巴都是鱿鱼味嘛，对不对？它豆干里面也都是鱿鱼，也都鱿鱼味啊。所以我说嘛，如果你喜欢吃鱿鱼的话，那你可能会真的很爱。那你如果说你觉得你喜欢吃这种综合，而且客家炒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有咬劲，它是比较没有咬劲。对，差不多就是这2个不一样。我喜欢吃鱿鱼味，我牙口又不好，就是它啦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啦。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口定江山。那我们都知道说，在台湾现在也是任何的人口的这个组合也慢慢有一些不同的变化，好比早期的4代同堂变3代变2代，甚至有些不生，甚至有人单身。那所以开始出了很多的商品，像这次的商品这种所谓的小食，我相信也是为了大家方便量身定做，受益的永远就是我们消费者。那至于哪一个是你喜欢的，慢慢去尝试看看。在这边一口定江山只是给你们一些小小意见哦，不管我讲的跟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出入，不好意思，是本台的一些小小的意见哦，请大家不要介意，拜。